好，观众朋友，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川普前脚刚走，那俄罗斯总统普丁呢？马上就要来访问北京了哈。他预计呢今天晚上抵达。那很特别的是呢，普丁啊其实常常去北京哦，但是他这一次呢没有像往常一样啊，是在这个当地媒体发表文章，而是非常罕见的录制了一段向中国公民的致辞影片，来听一下。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вязка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дружим против кого-либо, а работаем на дело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而且他这次对话的内容对象呢是中国的公民哦，很特别。那么这个大陆的官媒呢，《人民日报》呢也发出文章啊，指出呢，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而中俄两国关系呢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树立了永久睦邻友好，然后全面战略协作啊，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典范。而且甚至这一次我们知道呢，川习会的时候，川普呢是把半个白宫给带来了，而这一次呢，普丁也要把半个克宫给搬来，因为呢有很多架的伊尔76运输机是纷纷抵达了北京。好，但是普丁这一趟不是来说什么两国友好的空话场面话的，也要来谈实打实的协议。来看到这一次他的访中期间呢，将会详细的讨论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项目。好，那这个是俄总统助理表示，西伯利亚力量2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呢，会在普丁正式访中期间呢来进行详尽的讨论。那除此之外双方也计划要签署40份文件包括了国家之间的协议，涵盖商业合同，还有两国在工业交通核能还有人文领域的深化合作。而更特别的是，普丁这一次还要见一位中国工程师彭湃。这位工程师有拿什么厉害的呢？原来他是这个2000年普丁首次访华的时候跟总统合照的男孩。那他那个时候他才10岁而已。过了这个16年，他26年哦，所以他现在已经是36岁了这一次呢，普丁也会特别来见他。好，那所以在这个中俄关系坚若磐石的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就只好当自强了吗？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日韩两国的元首也碰面了。高市早苗呢，今天呢抵达韩国到了李在明，也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来进行会谈。好，那为什么两国要当自强呢？可能就是因为老大哥美国要转向了吗？好，来看到东亚国际关系期刊外交家就分析说呢，东京部分人士已经开始把川习会称为川普震撼，就是担心说美中关系的重新调整朝 G2 模式靠拢，那么日本呢恐怕又再度被排除在亚洲战略重组之外了。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也要改善了呢？毕竟你老大哥美国都跟中国好了嘛。所以现在共同社就报道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他在被问及是否应该基于中国的强硬姿态而调整中日关系的时候，他回答在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这个方针是一贯的。好，但是中国对日本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软化尤其我们来看到了日本阁员，也就是儿童政策担当大臣，他15日的时候到上海去出席 APEC 相关会议这也是呢近日来中日关系恶化之后第一次有日本的阁员访中。但是怎么样？他只出席1天的会议，而且都没有跟其他的官员单独会面而且当天呢就回到日本了。这是不是不受到中国待见呢？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可能是比较小的一些工作会议啦，所以见不到其他的人也很难说。但是看到这个中俄方面呢打得火热，那现在呢美国也转向了，那这些东亚的国家是不是真的只好当自强了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世界局势确实在产生很快速而且很大的变化。
世界的多元体系，它事实上是已经在建构的过程中了。一极独霸的时代结束，那中国大陆不愿意跟美国搞一个两极体系啊。我们看到这个多元化的体系在往前走。俄国他看得很清楚，也很明白。俄国普丁这次很罕见的啊，他的这个录影啊，专门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所发布的这个录影有5分多钟。那也就是说，逐渐他的诚意啊，也就是过去俄国，例如说我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登一个专栏啊，但是他这次不是，他这次采用的是更接地气，而且也更这个符合以目前这种数位化时代啊，他用录影的方式。我今天早上就有看了他的整个录影稿啊，他整个讲述他跟中国大陆的合作怎么样发展到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他到中国来访问多少次啊？例如说25次等等的。然后他这一次带来的团很大，5位副总理都来了，8位部长都来了，然后会有40份的文件都要签署，所以中俄之间的关系会走上历史的新台阶。预估这次会有第5个联合声明。第5个联合声明怎么说是第5个联合声明？它是从2019年。普丁跟习近平建立起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那有连续4份这个联合声明，那这是第5份了，两国的关系就往上走一台阶。我们来看看俄国跟中国之间的历史，事实上是有纠葛的啊。俄国曾经占领侵略了中国，然后也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吃掉了中国江东64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对日抗战期间，中俄也合作过。抗战胜利结束以后，中俄的关系发展成为蜜月期，接着就吵翻了。吵翻了以后，我们看到中俄的关系陷入甚至要打核战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一个局面。然后到发生黑瞎子岛事件，然后俄国支持印度跟中国大陆捣乱等等的，你看关系可以紧张到那个局势。可是现在可以信任到这么高的程度，这个跟中俄之间从这个后来慢慢的缓和，冷战结束，俄罗斯时代，然后江泽民的时候跟俄国的关系的改变然后签订互不侵犯，签订和平协议，然后到习近平上来2013年开始大方位的全面的跟俄国的关系，然后到今天建立起这种相互信任，到这个协作战略伙伴关系。你想这一路走来，坦白说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可靠。而俄国跟中国都在因为彼此之间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2026年12、13年间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得到好处。你看俄国它可以专心的去处理欧洲的问题，中国也可以专心的去处理亚洲的问题，也就是不用再担心这个背部之间的我们讲的所谓的腹背受敌。俄国在过去它必须要考虑腹背受敌，那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可是现在双方在背部背靠背这个部分里面，却建立起最安全的一个稳定的关系。中亚地区也进入了最稳定的时代，因为透过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把这个原本欧美的国家渗透进来，要搞的这个中俄两国之间的地区动荡不安的中亚的这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3股势力，两国的合作把中亚之间搞定了、平静了、稳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势头。那我们这一次普丁率的庞大的访问团到中国来访问，这个很快的就把美国的川普的跟中国的关系就比下去了。那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不是朋友？但是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可是中俄的关系不但是朋友，而且朝更好的朋友方向走。这个两边之间一比，真的是高低差很多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其实中国跟俄罗斯都已经有意的要告诉美国，我们也可以发展成为这样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中，我们看到日本就变成猪头了最大的猪头就是高市早苗。为什么我会用最大的猪头呢？各位想一想，日本什么时候敢走在前头？日本什么时候都是跟在美国后头。
尤其对中国大陆的政策里面，只有一次走在前面，就是中日建交，走在中美建交之前，就那一次。从此以后，日本任何事都不敢当先。结果高市早苗怎么敢一上来以后就说日本有事就是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连美国都不敢讲这句话，你高市早苗敢讲这句话，你想他的背后谁是引武者？我敢保证，绝对跟美国有关。那所以当川普访问完了以后回去了，高市早苗移花接木的说，川普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胡说八道。晚上7点半日本的时间才通上电话，所以高市早苗欺骗日本的国民，他没有第一时间就跟高市早苗通电话，是7点半，可是他的起飞时间是北京2点半到3点下午哦起飞的，到晚上日本的时间7点半才通上电话，所以高市早苗别忽悠了。不是第一时间跟你通上电话，而且这电话才通15分钟，两国的领导人透过翻译在各自讲话，一个人能讲几分钟，还详细跟你介绍他访中的行程，别忽悠大家。好，不过日本陷入了川普震撼之后，真的是对中政策不打算要改变一下吗？我们请教徐老师。是，当然，日本一直最担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这个 Japan Passing 啊，就是被越顶外交。当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拉近关系的时候，就日本的利益被忽略。那回过来讲一下普京啊，就是这一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大陆，真的非常多。当然他也执政很久了，从2000年就开始执政。那习呢，其实也去过11次的俄罗斯啊，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所以这两个人这应该是互为这个对方接待过次数最多的外宾。那刚刚在这个运成放的这个讲话影片里面，他第一句就提到说，这一次我来中国大陆是应我的老朋友习近平主席的邀请。那这个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称谓啊，跟这个关系的定位其实就很重要。我们这一次川普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习在开场白的时候会不会讲我的好朋友或我的老朋友特朗普先生、总统先生来跑，结果没有，反而是这个特朗普在自己的开场白讲说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是成为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当然啦，经过3天的相处，到后来两个人的关系也蛮好的，包括在中南海话别的时候还约啊，至少今年还要见4次啊。我们从这个白宫释出的影像来看，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至少在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层级上，普京跟习还有习跟川普是这个两个是有一定的温差的。那投射到两国关系上面啊，刚刚赖老师也介绍了，中国跟大陆、俄罗斯现在他们官方所定位的关系叫做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它不是冷战意义上那种同盟国，同盟国就是你的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当你挨打的时候，我不说二话不说我要加入这场战争，但中俄现在不是这种关系，它是更像一种背靠背的。我在你有事的时候我不戳你，你在我有事的时候不戳你，我们背靠背。但是呢，我们的手没有绑在一起，我们的手是各自开展各自有利的外交选择跟这个战略路径。但是我们彼此约定，我们在因为中俄两国的这个国境线超过1000公里啊，所以如果有一方要给另外一方使绊子，那其实都会非常难受啊，对方都会非常难受。所以我想从这个25年前啊，这个中国大陆在江泽民的时代，还有这个叶尔钦的时代，把中俄的这个未定界，从这个清末以来的很多这个有争议的国境线敲定之后，中俄对彼此就没有，大陆跟俄罗斯就没有再对彼此有任何的领土主权的诉求，所以呢，两国关系也就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这个发展轨道。那特别是2022年这个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受到非常严重的西方的经济制裁，美元不能用了，所有的美商跟欧商要撤出啊，然后大量的商业的网络，包括 Visa 卡没有办法在俄罗斯很好的使用，俄罗斯的公民要到西方国家去旅游，哪怕是做正常的人文交流，这签证都非常难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显著的上升，特别是过去3年啊，从2024、23、24、25这3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这非常快，因为超过1000亿美元的时候大概是2018年，所以从原本大概都是几百亿美元啊，然后2018年由于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问题的克里米亚危机的影响，24到18有一个显著上升，跨过了1000亿这个门槛，结果从1000亿到2000亿只花了短短不到6年的时间。那今天俄罗斯的很多的消费市场，从电动车到手机到家用电器到很多的电子零部件，还有人民币的海外的使用，莫斯科现在变成非常重要的海外人民币的一个 hub。所以我想这次啊会有很多的成果，我们未来几天可以接着分析。不过普丁这次来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释出什么样的消息？我们来请教玉芳委员。
普丁到中国大陆，坦白讲是俄国有求于中国大陆多了，因为现在俄国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表现，最近的战场的表现是让人家刮目相看的。它的无人机非常精准，而且攻击非常遥远的俄国的目标，甚至攻击到莫斯科。那个人的这个公寓、都这个大楼，还有他的军事的基地，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这个1000公里以外的这种地方，这乌克兰的无人机都可以到达。而且那个情报是非常精准，攻击的那个时间点跟那个地点非常精准。这当然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提供这些情报，但他自己可以去发展他的无人机，让他发挥最大的长处。当然，这跟他原本乌克兰就是个军事强国，他当时在这个苏联还存在的时候，就是规划这个乌克兰，就是他主要就是发展军事科技。所以你看航空母舰啊，还有最大的这种那个运输机啊，就他造了，他的很多的航太也好啦，他的很多的这种武器反控的武器、攻击的这种武器，他都非常的好。所以他现在是慢慢的就把他以前那种东西找回来，然后加上快速的发展，可能西方也提供一些科技，包括可能台湾也提供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零件。所以这个在战场上来讲，就打了这么多这几年的战争，俄国现在是真正进入最困难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找中国大陆这个要有所拜托。尤其中国大陆现在是俄国的石化的这些原料的最大的买家，比如说天然气啦，也可能加上煤炭啦，加上这个石油，尤其是石油，最大的买家，它的外销的石油里面占了大概48%，都是中国大陆这个采购的。所以在西方的这种杯葛跟这种经济的制裁之下，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所提供的这些必要这些零附件还有真正这些商品，大概是对它的这个社会继续能够那个生存的存在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利益了，这完全这俄国现在就是有求于中国大陆多，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去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买家，而且更好的这种商品这个工业产品的提供者嘛。所以这个是，所以普丁这次来看起来是真的是比较低调，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你有求于人家的多嘛，所以他还特别录影片给中国公民哈。不过我们来看到习近平接下来都要见普丁，都要来一个普习会了。我们的川普呢，还沉浸在川习会的高光时刻。来看到呢，距离川普结束中国行都已经4天了哦，他到现在还是继续在 po 相关的照片，还有文章而且是连发了15张图似乎呢还沉溺在这个习近平给他的美好回忆当中但是不要以为美中两国就此天下太平了在昨天上午的时候，18日上午8点57分到9点的期间，在台湾海峡的西南空域竟然是发生了台美中军机的摩擦。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就是中国的解放军海军的航空兵战机是连续3次对着台湾的军机叫嚣，说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经危及了我飞行安全，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结果这个时候一旁的美国军机是立刻发出了9次广播，表示我是美国军事航空器，正在国际空域进行合法军事行动，来行使国际法保障的权利。三方呢真的是一触即发军事上看起来是特别的紧绷的但是呢，我们说到了经济贸易，其实美中两国也是打得火热哦。来看到这一次苏姿丰呢，是来到了中国大陆。见到了何立峰，而且苏姿丰也是赞这个川习会还承诺会加大这个超微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不过呢，这一次美企
的会见大多都是集中在农产品啊、飞机啊、金融领域啊，这代表什么呢？其实中美双方在这些领域才能够有比较明确的合作成果。科技领域除了这个苏姿丰见到了何立峰之外，我们来看到啊，包括了这个还有高通的 CEO， 还有见到了大陆促进会会长。那至于辉达的 CEO 黄仁勋啊，还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啊，虽然都留在中国，但是呢，没有看到他们有见到任何的官方人物。那黄仁勋他还是非常的看好这个中国大陆开放 AI 市场的，他就说啊，虽然呢目前中国正致力于发展本土晶片，但是他还是预期中国市场终将对美国高端 AI 晶片去开放，抱持着未来双边贸易前景的一个乐观态度哦。但是啊，现在呢，中国市场大家都想要，那为什么两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呢？似乎就是因为现在啊，中国也有自己的新三样了，是哪三样呢？包括了机器人、AI 还有创新药，改写出了这个他们的出海逻辑。好，那现在啊，这个过去2年啊，中国外贸的新三样是什么呢？是新汽车能源、那锂电池，还有太阳能光伏产品，都被视为了这个是制造业升级的标志。那现在这个新三样的成型呐，就是机器人、AI 还有创新药呢，被称为新三样，2个新哦，新三样。他们逐渐成为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新坐标。尤其来看到机器人的首季出口就达到了113亿人民币，那 AI token 的调用量呢，2年也增加了1000倍，甚至啊，在韩国的这个佛教活动啊，甚至也使用了中国大陆的 AI 机器人啊。来看到这个画面啊，这个是韩国首尔迎来了1年1度的燃灯节。那今年的游行队伍呢，出现了这个很特别的身影哦，看到了他们就是身穿增袍的 AI 机器人嘎逼哦，首度引领游行，吸引了5万人来共襄盛举。这个机器人啊，其实它也是外来和尚，因为它的原型啊就是宇树科技的 G1 机器人。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它的身段是非常的柔软的，它甚至能够做出鞠躬啊、双手合十的动作甚至来绕塔进行都可以的。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现在美中的科技竞逐嘛，所以美国要怎么样追上应该说保持优势呢？现在美国也正考虑要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去建立一个 AI 安全基地来对抗中国，就是要强化 AI 基地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啦。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科技战之外呢，其实美中现在也有金融战啊，要来开打了吗？我们来看到呢，这个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啊，它证实了正在与中国展开协商，计划要延长2国间即将到期的货币互换协议。好，那中阿维持着大约18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那这项机制呢，是能够在阿根廷面临外汇存底短缺的时候啊，能够有额外的流动性支援。而至于美国啊，哇，美债现在真的是惨到不行啊！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啊，3月外国持有美债的规模是减少至了9.348兆美元，而中国呢也是持续的在抛售美债哟，它是规模按月减少约6%，减至6523亿美元。那自去年初以来啊，已经累计减持逾14%了，所以看起来是美国的债券没人要，但是中国的人民币却是越来越抢手的一个情况吗？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啊，现在川普连发15张图，是不是真的是对川习会念念不忘？请教赖老师。对于特朗普来说，他这次到中国的3天啊的访问，其实是蛮成功的啊，因为有2个大国之间有效的管控了彼此之间可能造成的矛盾跟冲突啊。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双方都承认啊，中美2国不是朋友。但是2国都愿意朝不是敌人的方向去改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也很大的突破。因为之前拜登的时候，他说啊，中美的关系是亦敌亦友啊，也就是说是对抗的、竞争的，但是也有合作的关系。问题就在于亦敌亦友太难操作了，但是不是朋友
啊，但是也可以朝不是敌人的方向来走的话，是比较容易操作，而且看起来也蛮有成就的。为什么？因为例如说成立了2个理事会，这2个理事会，一个是处理贸易的问题，就是关税，所以双方都先同意啊降低300亿元商品的关税；另外一个就是投资啊，也就是美国到中国的投资，目前有78000多家。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就1万家不到，赚钱的就出了问题。例如说 TikTok， 美国就想把它没收，所以这个部分里面2国之间当然要协商好。那有关于苏之峰，你看黄仁勋还在中国大陆，但是问题就在于何立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约见黄仁勋。那黄仁勋一直想把他的 H200卖到中国去，也铺货，也想要卖，但是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没有这个兴趣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说我只能把次级品卖给你，这种感受不愉快啊。也就是说，凭什么中国人只能拿到次级品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使这个黄仁勋他的英伟达的货铺到中国去一直有障碍。那这个障碍事实上是美国政府、美国的国会议员给黄仁勋的障碍。也就是说，你不能把最尖端的这些 AI 的这些产品卖到中国去。那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买嘛次级品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出来，因为升腾这个做的又比这个 H200不会更差甚至在很多地方显得更好。那这样的情形对黄仁勋来讲，他就举步维艰了。他努力的在做公关，但是他要问他的国家、他的政府为什么一直在扯他后腿。苏之峰的情况就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 ，AMD 他到中国大陆如果开始设厂投资这个对大陆来讲是欢迎的，因为他也做这个 GPU， 他也做 CPU。那 GPU 里面他是做绘图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大陆也欢迎因为现在绘图的演算的都很重要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苏之峰这个何立峰跟他见面的时候，很明显的相当有可能就会谈出这个合作的一个计划出来。好。大陆事实上从过去的旧三样，其实旧三样也是很新了你说太阳能板还是很新嘛？这个目前来讲，可是已经开始在推新三样了。这个新三样说实在话，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这是顶尖的高科技啊。这个顶尖的高科技里面有一样，其实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什么？创新药。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创新药现在是欧美的药厂一直在跟中国大陆下订单买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创新药是生物的高科技，而且它能够解决我们人类很大的病，而它制造出来的药的药效比欧美厂更好。所以我们看到都是欧美大厂在下订单，这代表什么？中国大陆的过去的药是从国外进口的，现在是中国把它的创新药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国去了，这代表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坦白说已经超越欧洲，现在在直追美国，美国的压力是大的不行啊。所以这新三样真的是川普的压力来源吗？请教徐老师。是，当然中国大陆对自己的产业发展也让美国去反思了。就过去这将近10年来从2018年川普对大陆发动贸易战，那拜登政府呢4年当中对大陆实行的是所谓小院高墙的挑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来进行围堵。它不是全面围堵，但是说有一些我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我要围堵，但其实也没有围堵的很住那我们看到川普的念念不忘，他在中国大陆的3天的旅行，我看到他转发了一个这个 Time 杂志的时代杂志的本期的封面上面就是大标题就是 Reunion， 2个人握手。那这如果翻译成中文，我觉得像是再聚首啦，就是这不只是川普跟习2个人的再聚首，也是中美这2个所谓的 G2这2个最强的世界的大国怎么样去思考彼此长久相处的稳定之道。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中俄之间是新时代的，就是在习近平主政时代的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关系。那这个中美之间呢，它这一次达成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也就没有伙伴2个字因为彼此知道现在的状态下要当伙伴，要当一个朋友还是很牵强，要当盟友还是很牵强。
那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营造这个战略稳定，使我们的竞争不要演化成冲突，甚至要绝对避免战争的爆发？那这次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本人也好，他在这个还有他的儿媳妇，他的二儿媳这个Lara Trump 呢，这一次也跟去了，那他也扮演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啊。他一方面跟着他的二儿子 Eric Trump， 就两个人当然代表川普家族的生意，就是说，当然川普也会觉得说，中国大陆这一次带着他是比较友善的，所以趁机呢，把我的儿子儿媳来介绍一下给你们。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未来中国大陆的民间企业能够，或者是官营企业能够跟川普家族，不管是做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加密货币啊，或者是这个传统的酒店、房地产、旅游这些开发，拜托大家能够互相先认识一下，有我的背书啊，公事找我，私事找我儿子跟儿媳。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是 Lara Trump， 他也有政治地位。他是一个这个做电视制作人啊，是一个传媒界出身的一个 comedian 这个制作人，但是后来他嫁给这个 Eric Trump 之后呢，他迅速的就以这个非常洗练的这个媒体表达，成为了美国保守派哦。他是1982年出生的嘛，现在大概40出头岁，所以他就成为40多岁这一代跟 JD Vance 同样一个世代的一个Trump 家族的要去延续 MAGA 这个浪潮的一个新的新星，所以未来很多人就期待啊，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原本期待说他今年期中选举就去选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参议员，因为他是北卡的人嘛。但后来他说他没有要选，他继续支持共和党现任的这个候选人。但是未来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州长，甚至在这个政坛上更进一步？他之前已经当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啊，所以我想这也展现了中国大陆他在营造这个关系，他不只是看着川普，也看着下一代，他也知道可能这个所谓的 MAGA 浪潮并不会随着川普的剩下3年卸任了就没有了，未来这个很多的这个长远的关系可能还会再往下走。那么我们这次看到啊，这个在美国发布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赫格塞斯，美国的国防部长，他们现在叫战争部长啊，也去中国大陆。那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作为。那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啊，这个中南海的工作午宴当中，我们看到因为白宫发了，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它其实是进行一个6对6的一个晚餐。那特别是美方这边呢，也有这个贸易代表、外长、防长也去。那当然这一次呢，美国的防长跟大陆防长董军没有正式的这个举行非常严肃的会谈，因为是元首会谈嘛，他们只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晚宴旁边进行那个桌边交流。但是下个礼拜或10天之后吧，我们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就是全球的一个重要的防务跟安全的论坛上，那传统上两国的防长都会去，因为各国的防长，很多国家的防长三四个国家都会到香格里拉会议上。那到时候会不会中美防长能够再一次的进行正式的会面，甚至是宣布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跟美军两军的沟通管道跟互动关系能够回升到某种大家比较满意的层级？我觉得我们下礼拜就会知道答案。好，不过美中两军真的是要有来建立一个沟通管道吗？不是看到这个战机呢，可能就要发生冲突了耶？请教玉芳委员。这是很难的，因为亚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中国大陆周遭的海域跟空域也非常广大，那美国在这一带的这个部署，军事的部署也是算是非常绵密了，所以双方的军事力量在这个地方会对抗啊，甚至碰撞啊，大概是很难避免的。不过整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就是他避免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的冲突。那经济上呢，他希望中国大陆加强购买美国的产品，但是呢，在高科技的管制上面，对中国大陆管制，这次一定会持续的。不管哪一个人当美国总统，大概都不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政策。而讲到以色列跟美国要合作，要建立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中心来对抗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一般人都觉得说，美国犹太人的在政治界的影响力非常大。可是事实上，他在金融界甚至在这个高科技这个产业方面，其实他们的犹太人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你像像 Google 啦、Oracle， 还有就是这个脸书啦，包括是 OpenAI 这些，他们的这个创办人或者是现在的 CEO 都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的这种 AI 的这个企业其实是很强大，它的新创的公司大概就有2500家左右，在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新创的 AI 的新创的公司大概接近2500家，所以像这个黄仁勋的他的 NVIDIA 啦，包括这个 Google 啦，包括 Intel， 都在那个地方
以色列都设计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 AI 的研发中心，因为他们人才非常多。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就团结嘛，说他全世界他的能力就常常灌注在以色列，来帮助以色列发展他的经济，发展他的军事这样子。那这个 AI 这种东西是非常的敏感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也是对未来的整个产业的影响、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那美国显然现在最相信的人已经不再是英国，也不再是加拿大，看起来就是以色列，所以他们会继续在这上面进行合作，是不让人家惊讶的。不过说到这个以色列，就让人家想起来，伊朗战事还没有打完呢。那现在最近进度是什么呢？是川普又塌口了。川普之前说原定要对伊朗发动攻击，结果现在又改口了，说因应中东国家，包括了谁？卡达、沙国、阿联酋等等的国家都来要求，所以呢，他就只好下令延缓原定周2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好，看起来呢，现在是能拖就拖，拖一天是一天。那川普也声称很有可能呢，就要跟伊朗达成协议。这个时候谁紧张了呢？以色列。以国的媒体就披露了说，纳坦雅胡在跟川普通话了之后呢，是连续2个晚上召集了安全内阁开会，为2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所以有可能美国不想打，但说以色列要跟你打到底吗？好，那伊朗当然也是有所准备的啦。现在呢，伊朗也是全国上下都来备战了。包括了谁呢？军方甚至就在街头摆摊呢，直接教导民众说怎么用枪而且国营电视台的主播还直接就在摄影棚内开枪这是凸显了什么？说德黑兰政权非常的积极，在为民众来进行备战准备，而且就连孩童呢他们的玩具也是枪最好是全民皆兵，大家都可以来打。而且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也透过社交平台发声了，说重申要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还说呢，我们的相关研究已经完成了。敌人在这些领域的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域呢？他没有明说，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啦。但是现在的情势也不是伊朗独大的，巴基斯坦呢是根据了跟沙国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竟然是向沙国部署了约8000名的军人，还有一个战机中队，甚至呢中国制的红旗9防空系统呢也是到了沙国这就代表说中东局势有可能升温了吗？那么这是不是巴基斯坦对伊朗的背刺呢？好，但是现在呢，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川普自己也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他会不会又出口转外销，又再玩一次呢？现在他的对象呢，可能是古巴他可能想要复制委内瑞拉模式。那古巴总统就说了，如果你美国出兵的话你可能会血流成河，这个后果难以估计。好，那古巴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很难说但是现在美国确实在对古巴做一个新的制裁。现在古巴的首都呢是每天停电时长长达20到22个小时，非常的长一天才24小时，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停电。那部分的社区呢，甚至是连续停电超过40小时，包括了食品都已经变质了。那民众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种种的问题频传啦。好，那除了古巴之外川普现在也没有忘记格陵兰又回来点兵了而且呢，这个美国格陵兰大使兰德里，还有美国驻丹麦大使不请自来跑到了这个格陵兰去，而且还说呢，我们这一趟呢是来交朋友的，是要来倾听民意，增进理解，要扩大双边的经济联系的。还说呢，是川普命我来交朋友、建立关系的。但是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的总理接见他们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了，他说呢，格陵兰是不会出售的，那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呢，也是不容讨论的。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川普这一招真的是玩不腻现在呢，委内瑞拉成功了，但是伊朗失败了，所以又再去找古巴吗？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
川普这一次对于伊朗的塔口，其实我是蛮支持的了啊，因为我觉得不要重启战端啊。重启战端，其实伊朗倒霉，美国倒霉，全世界都倒霉。我们都知道，这个战争打了以后啊，伊朗也不会妥协，除非你出动地面部队。可是出动地面部队对美国人来说的话，风险实在是太高了。可是如果又是轰炸，伊朗只要不屈服，那这个战争又没完没了，而且又打到周边的国家，包括阿联酋等，他们又受到伤害啊，然后彼此之间又互轰，也就是说。你美国去轰伊朗，伊朗去轰你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以色列去炸这个伊朗，伊朗去炸你以色列的一般的首都或是其他的城镇乡镇。其实炸到最后，伊朗还是不屈服的话，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嘛。这个坦白说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除非你出动地面部队，可是出动地面部队，你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都有可能，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与其这样，倒不如就塔狗嘛。就你多次的塔狗，我都支持你，我也不会嘲笑你啊，我绝对不会嘲笑你。我就觉得说，你就用这种不断的尝试啊，威胁、恐吓，然后要谈判，然后要伊朗屈服，伊朗只要不屈服，你就不再打，然后再威胁就不再打，这样也很好嘛。好，就这样一直拖下去，我觉得反正就是不要开火，我都赞成，我也都支持啊。因为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战争一打，真的是不是好事情？但是一个事情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已经是证实的，因为之前有这么一个协定，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在执行了，也就是8000个士兵军官啊，已经开始进驻到沙特阿拉伯去了。里面是一个中队，目前是先派一个中队，那也就是枭龙啊，这个歼十西他们的战机中队已经进入了沙特。那对沙特阿拉伯来说的话，它短时间也不可能向中国大陆购买这种新一代的战机，而且也不方便啊，马上就购买，因为这样的话，它跟美国的关系也会产生变化。这个时候由这个巴基斯坦派了他的士兵，派了他的飞行员，然后把一个整个中队，还有地面的红旗，还有雷达等，都带到沙特阿拉伯，帮他建立起这个防空的系统。这个反而解决问题了。这个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新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大陆已经同意把歼35卖到这个巴基斯坦去，所以未来的歼35还有这个柴油动力潜舰啊，还有就是水面的战舰，还有导弹啊，还有反舰导弹，它是成体系的，从空军、海军到陆军都是卖给巴基斯坦。那各位想想，未来这些钱很有可能就是沙特阿拉伯买单，就是他买单，然后这个巴基斯坦获得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装备，人员也都训练完了以后，这个整个佣兵就进入沙特阿拉伯去了。因为沙特阿拉伯太富有了，他们大部分的军人不太愿意去死啊，不太愿意为国捐躯啊。那因此怎么办呢？那就用佣兵的方法。那巴基斯坦的人多，他们也可以来帮你这个沙特阿拉伯来解决这问题，而且也不会碰到让美国不开心的事。也就是说，如果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大陆购买的歼35，那你 F35怎么办？那所以会有不开心的事，干脆就沙特阿拉伯他付钱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组建这个空军，然后再移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去，不是就皆大欢喜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之一。最后一个。如果你已经成功的对于委内瑞拉实施绑架，你如果要想复制，成功率就没那么高了，失败率很有可能就升高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要玩哪一招了，有所准备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伊战争打得难看，现在川普又把目标转向格陵兰了吗？请教林玉芳委员。其实你不得不佩服川普这个人在决心上是很坚强。他要的东西他有时候好像会退后，他退后以后还是要前进。说格陵兰有一阵子我们都觉得说，大概这个故事都已经过去了。可是最近这个美国其实对格陵兰一直在施压。他想要再拿3个在他南部再拿3
3块土地下来做他的军事基地，而且他提出的要求就是你给我这3块地，主权要归我，等于是割让给我这样子。所以丹麦也好，格陵兰现在的政府也好，没有办法接受嘛。而且他现在已经有一个这个皮图菲克这个军事基地，那这个军事基地呢，其实只是让他使用而已，他太空军的。那现在美国也希望说啊，我就永远使用啊，我也不会再还给你了。这个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他认为现在地球暖化啊，所以这个北极这边的航道以后应该会变得越来越热络，所以俄国跟中国大陆应该会对北极的这一些土地，包括像格陵兰这些的土地，大概会有兴趣。所以美国现在要求格陵兰答应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也好，俄国也好，跟你提出要求，要在你这边跟你签约合作，做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或者是要采购、要挖矿啊之类的啊，资源、天然资源这些，你必须要有俄国的同意，这美国的同意。美国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就不能跟这2个国家去签订。那这一来的话，你就把人家当作殖民地嘛。所以格陵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且我觉得古巴哦，现在也很辛苦，他一天要停电20个小时，最新的状况，你怎么撑得下去？古巴现在人民都公开接受访问，都在痛骂这个古巴政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美国做法就是我把你困死在那里，用经济困到你人民都受不了，我就很轻松我把你拿下来。所以除非俄国或其他的国家，我也想不出其他国家是谁能够去对古巴提供快速跟大量的经济的这样一个援助，否则我怕古巴长期来看他也撑不下去。我送了一批油给他们了，第2批的油没有再出现了，那个油都已经用完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美国要打下委内瑞拉，它有第2层的目标，就是把委内瑞拉提供给古巴的石油给切断。所以我是一石2鸟，打掉委内瑞拉，同时就为占领古巴做好准备。所以美国很快就要打掉古巴了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现在要改打古巴来重振士气吗？请教徐老师。是这个很有意思啊。川普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对伊朗不置一词，对古巴也是完全没有谈啊。那大家当然知道说中国大陆的立场，一方面中国大陆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啊，也比较支持伊朗行使它的自卫权，但同时古巴更是一个由古巴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如果在那个桌上北京要谈古巴跟伊朗，那肯定两边的气氛会变得很僵啊。那古巴现在川普回去了，就说，而且前2天我们看到川普才刚刚派出了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直接到古巴跟古巴进行施压以及谈判。那美国对古巴的诉求其实就比伊朗其实也没有，古巴当然现在没有核危机啊，但是美国对古巴要求做的其实就是更改古巴的政权性质啊，甚至要求这个古巴共产党终结对古巴的统治。那这其实对古巴来讲非常非常难以接受啊。古巴他可以谈的说 ，OK， 我可以去谈当年流亡到美国人他的一些被没收的私有财产的权益，以及未来美国的企业能不能在古巴做这个开放性的投资，以及我们能不能做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是可以谈的。但是古巴一直的底线就是说，我的政权性质，我的政府高层的人员构成不能像委内瑞拉这样子，就你随便说了就算。他一直在强调古巴不是委内瑞拉，他们甚至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时马杜罗被强掳的时候，委内瑞拉军队没有什么死伤，死伤都是我们古巴人，都是内卫的那30多个古巴的战士坚决的那样死。而且他还发出了威胁，古巴最东侧有一个美军的关塔纳摩基地，大家可能都知道，那里边生活了大概6000多人，大概3、4千人的美军，加上1、2千的眷属。古巴就说了，如果你要入侵我们，我第一步我就先打关塔那摩啊，就是所以我想最近这2天态势忽然升高啊，也跟古巴发出的对关塔那摩的美军的威胁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毕竟这个就在他的国土以内嘛，大概是117平方公里，差不多半个台北市这么大。